提起日式恶鬼，受 ACG 作品的影响，现在很多人脑海里最先出现的就是各式俊男美女的形象，反而忽略了传统恶鬼这一元素。但不代表传统恶鬼形象已经没有什么拥趸了。可惜在魔玩圈，这类回归恶鬼本质形象的好玩具却寥寥无几。因此，我和很多同样关注这个风格的迷友，对 Meaty Toys 的这款鬼面修罗、鬼武士可以说是望眼欲穿。虽然 25WF 红色的鬼面修罗已经作为限定品登场，但我自己还是更喜欢原色的轻轨，我才不会说是因为我抢不到红色的。头雕一直是熊猫家产品的强项，这次轻轨的表情呈现的也非常生动自然，青面獠牙，头顶牛角，怒目圆睁，这是日本传统中轻轨的标志性元素，象征着嗔怒的负面情绪，呼应了中式傩面和日式鬼面以凶制凶的设计理念。不过这头雕看久了竟然还会有点呆萌的感觉。替换头雕给了一个战损的鬼脸，双脚已经折断，缺少了一颗眼珠，皮肤也已破烂，露出了下面的血肉，有点惨。轻轨采用了身体半裸的传统形象，融合了时下流行的半身甲胄的设计语言，整体视觉观感是非常舒服的。素体选用的是他家 2.0 的兽人素体，和红色大吼是同款。这套素体的表现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从造型到可动到关节调教都是非常不错的。皮肤调成了青色，加上字体涂装增加明暗对比，来呈现恶鬼那种非人感。右臂是长满尖刺绑着绷带的魔化手臂，更显恶鬼的力量。两只手造型不同，一边魔化一边护具，一共8个手型，分别为一对握拳手，一对直握握枪手，一对斜握拿剑手，一对开张手。说到尖刺，轻轨身上的尖刺元素还真不少，从头上和腰部鬼面的长角，到胯部和左肩护具的边缘，小臂上的黑铁护具，再到尖尖的手指脚趾，无处不在的尖刺元素都在显示轻轨这强大的侵略性。坏了，熊猫家这是要做美系玩具的魔动盒呀！不过护具部分采用了很软的软胶，不会扎手。手臂和鬼面虽然是更硬点的软胶，但也只是略微扎手的程度，不会影响把玩体验。得益于熊猫家令人放心的做工，软胶护具的细节精细度依然十分不错，各种字体和旧画涂装更是相当出色，在自家的产品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水平。腰间红色的鬼头，眼球处被用来固定绑绳，额头上的第3只眼充满邪性，更显轻轨的胸部。脖挂颅骨串成的念珠，小腿和左臂穿戴的是骨质的甲胄，膝盖处还有2颗鸟类鬼怪的头骨，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轻轨用自己的战利品打造的。同样骨质的还有这杆月牙石文字枪，枪杆部分由尸骨相连而成，也许是一把凝聚了怨念的腰枪。枪头的月牙横刃除实战功能外，也有破邪的象征意义。日本古代认为其可以驱散邪祟，由轻轨拿着驱邪的魔枪，也符合了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认为的日本妖怪具有善恶两面性。长短刀各给了一把，2把刀身和刀鞘都由火焰纹装饰，刀身为锯齿状，强调更具野性的切割这一属性。短刀斜拆金色刀形，菱形纹绿色柄卷，刀柄金色兽首，太刀火焰状刀形和刀柄，加上刀形处的眼珠，处处凸显了这是一把妖刀。利用这个连接件，可以把2把刀挂在身上，为了稳定性，上方还有挂钩分担重量。附带了一杆战旗，可以通过祖传的连接件把旗杆连接在后背。旗杆连接处2颗头骨明显并非来源于人类。横杆前段有金属狼牙装饰，也能防止旗帜脱出。附带了4个鬼面面具，其中2颗独角面具为单纯冲突，可以利用附带的铁丝自由选择挂在身上或者旗杆上，可惜要是能戴在脸上就完美了。配件还给了一个兜帽，依然是很软的软胶件，不怕上方的造型件损坏，要搭配战损头使用。还附带了一套毛发配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安装。安装方式也很简单，把铁丝折成 U 形，沿着兜帽边缘固定好即可，可以自行剪去多余的部分。戴上兜帽，全副武装，这恶鬼一下子就有了战鬼的感觉。这次同步推出的还有升级配件包，包含了一颗龇牙怒目的人类头雕，脸上还有青色涂装表现鬼化的过程，不过涂装工艺略显敷衍。一对利爪，一侧铁爪一侧骨爪，与主体胳膊形态对应，爪子是偏硬的软胶，如果开合有点歪，可以加热后手动定型。这个造型，这是致敬谁呢？好难猜啊！
配件包还附带了2把剑，这把造型来源于七之刀，原型是百济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刀身两侧伸出3个分叉，总共7个刃，因此得名七之刀，主要是礼仪祭祀用品，而非实战武器。不过轻轨这把只能算是6指刀。另一把保留了七之刀多刺的特性，做了更偏向于实战化的处理，刀形处的鬼脸更强调恶鬼这一元素。造型好看有特色，配件丰富，做工不错，价格适中。MITI Toys 这次轻轨的实物表现还是高于我的预期的。很多美系玩具都是这样，只看图片和视频是感受不到玩具的魅力的。要说缺点也有，首先就是配套的长发配件比较考验个人的打理水平，再就是这么粗犷的恶鬼形象，旗子上却是印刷精美的鬼面，多少有点出戏。旗杆的连接件也早该升级一下了，与搭载双刀的连接件一样，都与主体十分不搭调。总体而言，这次的鬼面修罗依然是我认为可以无脑入手的一款玩具。好了，树熊不是熊，下期见。